大家好，你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？明明午餐吃的并不多，可是一吃完饭就犯困想睡觉，每天坚持散步运动，肚子上的赘肉却始终减不下去。每次去医院做健康检查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这几项指标总是降不下来。如果你正被这些问题困扰，千万不要叹气，也不要总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，新陈代谢变慢了。其实真正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就藏在你每天吃的3餐食物当中。今天这条内容就带你全面了解胰岛素阻抗，弄懂它的工作原理，你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健康主动权。在日常问诊中，经常有长辈问我，为什么每天都觉得疲惫不堪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？面对这样的疑问，我通常会先问他们每天的早餐都吃些什么。很多人的答案都非常相似，在楼下早餐店买萝卜糕、蛋饼、白吐司、三明治，搭配豆浆或者奶茶。赶时间的时候，就在便利店拿一个饭团或者菠萝面包，随便应付。到了中午，大多是一碗白米饭，配卤肉或者一碗阳春面、牛肉面。这些食物大家吃了一辈子，早已习以为常，可在医学上，它们都属于精致碳水化合物和高糖食物。当这些精致碳水进入身体，会在肠胃里被快速消化分解，迅速转化为大量葡萄糖进入血液，让血糖像火箭一样快速升高。葡萄糖停留在血液里无法被利用，必须进入细胞内部才能转化为支撑生活和工作的能量。我们可以把身体细胞比作上了锁的房子，葡萄糖没有开门的钥匙。这时胰腺就会分泌一种激素，也就是胰岛素，它就是打开细胞大门的关键钥匙，负责把葡萄糖送进细胞里。当大量摄入精致碳水导致血糖飙升，身体会快速启动应急机制，胰腺被迫超负荷工作，分泌出大量胰岛素。这就会引发一个每天都在体内发生的问题：饭后不到1小时，血糖冲到峰值，随后又在大量胰岛素的作用下快速下降，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到低谷。这种剧烈的血糖波动就是饭后疲劳犯困的真正原因。血糖升高时会有短暂的兴奋感，一旦快速下降，就会出现极度疲惫、嗜睡、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。家里的中小学生如果早餐吃大量含糖食物和调味乳，在学校容易坐不住，上课不专心，同样是血糖剧烈波动造成的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胰岛素是钥匙，血糖高了多分泌一些钥匙，打开细胞不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会有危害呢？真正致命的问题就在这里。如果长期吃高糖、高精致淀粉的食物，让血糖反复剧烈波动，胰腺就会持续处于高负荷状态。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，也就是细胞大门上的锁，会因为长期被过量胰岛素过度刺激而变得迟钝，简单来说就是锁失灵了。当细胞的锁失去作用，再多的胰岛素也无法打开大门。这就是胰岛素阻抗，也是所有代谢类疾病的根源。一旦出现胰岛素阻抗，身体会接连出现2个严重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葡萄糖滞留和血管损伤，葡萄糖无法进入细胞，细胞得不到能量，人就会虚弱乏力，频繁饥饿，想吃东西，而多余的葡萄糖堆积在血管里，让血糖持续偏高。高浓度的葡萄糖粘稠且具有刺激性，会像砂纸一样不断磨损血管内壁，长期下来会引发血管发炎，斑块形成血管硬化，还可能导致视网膜病变和肾脏病变。第二个问题是高胰岛素血症，细胞因缺乏能量向大脑发出信号，身体误以为胰岛素分泌不足，会持续指令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，导致血液中胰岛素浓度不断升高。过高的胰岛素会引发全身慢性炎症，抽血检查时会发现 C 反应蛋白，也就是 CRP 指标升高，这些炎症物质会进一步影响胰岛素受体，让胰岛素阻抗更加严重，形成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。除此之外，胰岛素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肥胖激素。
高浓度胰岛素会促进脂肪合成，同时关闭身体燃烧脂肪的功能。这就是为什么吃的不多，甚至刻意节食，只要存在胰岛素阻抗，热量就会转化为内脏脂肪，堆积在腹部和肝脏周围，让腰围越来越粗。所以胰岛素阻抗不只是糖尿病的前期信号，更是高血压、血脂异常、腰围超标等代谢综合征的核心原因，是多种慢性疾病的源头。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胰岛素阻抗呢？在常规体检中，大多数人只检查空腹血糖，这是远远不够的。很多人空腹血糖正常，胰腺却已经处于疲劳状态。建议大家下次体检时增加一项血液胰岛素浓度检测，如果血糖和胰岛素数值同时偏高，就可以确定存在胰岛素阻抗。这说明身体正在用过量胰岛素勉强维持血糖正常。如果暂时没有时间去医院，这里教大家一个免费又实用的3日居家自测方法，用身体的真实反应判断状况。从第2天开始，连续3天完全避开所有精致碳水，不吃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吐司、包子、馒头，以及所有含精致淀粉和添加糖的食物。这3天的3餐以大量蔬菜为主，搭配鸡蛋、鱼肉、鸡胸肉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。执行第1天或第2天可能会出现头晕、疲惫、想吃甜食的情况，这是正常的糖戒断反应，因为身体正在从燃烧糖分切换到燃烧脂肪的模式。熬过前2天，第3天仔细感受身体的3个变化。第一是头脑是否变得清晰，下午昏沉脑雾的感觉是否消失。第2是手指和脚踝的水肿是否消退，很多人早上起床手指肿胀，戒指难摘，阻抗减轻后多余水分会快速排出。第3是腰围是否变松，裤头不再紧绷。如果3天内出现这些明显改善，说明对碳水化合物高度敏感，大概率已经出现胰岛素阻抗。发现胰岛素阻抗不用害怕，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完全可以逆转。很多长辈听到控糖就不敢吃东西，长期饥饿导致面色差，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委屈自己。我们只需要掌握2个饮食核心逻辑：升糖指数 GI 和升糖负荷 GL。升糖指数 GI 是指摄入含50克碳水的食物后2小时内血糖上升速度与纯葡萄糖的对比数值。 GI 值小于等于55属于低升糖食物，大于等于70属于高升糖食物。白米饭、马铃薯、西瓜都属于高升糖食物。只看 GI 值并不全面，西瓜 GI 值高，但大部分是水分，实际碳水含量很低。吃一片西瓜和一大碗白米饭对血糖的影响完全不同。比 GI 更重要的是升糖负荷。 GL 它不仅考虑血糖上升速度，还结合了摄入碳水的实际分量。研究证明，单次饮食 GL 值控制在10以下，才能避免血糖剧烈波动。日常控制 GL 值有一个简单方法，学会查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，计算净碳水化合物。购买食物时，不要只看热量，要找到总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糖醇3个数值。计算公式是净碳水等于总碳水化合物减去膳食纤维再减去糖醇。比如很多人觉得健康的燕麦饮包装标注总碳水30克，膳食纤维2克，无糖醇净碳水就是28克，喝下后会让血糖快速升高， GL 值严重超标。膳食纤维无法被人体消化吸收，不会转化为葡萄糖。糖醇有甜味，但几乎不影响血糖，所以这2项可以扣除。扣除后剩下的净碳水才是真正升高血糖、加重胰腺负担的成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营养表中的添加糖如蔗糖、果糖属于精制糖，不能扣除，且需要严格避免。只要保证每餐净碳水总量低于10克， GL 值就会控制在安全范围，血糖能保持稳定，胰岛素受体也能慢慢修复。如果觉得计算复杂，我为大家整理了简单易执行的稳糖餐盘方案，按照这个方法吃，既能吃饱吃好，又能改善健康状况。想要稳定血糖、逆转胰岛素阻抗，一定要做到4点。
第一，多吃植物性复合碳水蔬菜，蔬菜可以不限量食用，每餐至少准备3碗不同颜色的蔬菜，1碗生菜沙拉搭配番茄、小黄瓜，2碗熟菜如高丽菜、西兰花、菠菜、地瓜叶。蔬菜富含膳食纤维，净碳水含量低 ，GI 值低，大量食用也不会引起血糖波动。其中的植化素和微量元素还能缓解高胰岛素引发的慢性炎症。第二，坚持低 GI 饮食，每餐搭配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餐盘里至少要有一份优质蛋白，比如清蒸三文鱼富含欧米伽脂肪酸，抗炎效果好，还有去皮鸡胸肉、豆腐等。蛋白质和脂肪能增强饱腹感，本身 GI 值很低，如果需要吃主食，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，五谷饭、白面条换成荞麦面、全麦面条，全谷物保留麸皮和胚芽，消化速度慢，血糖上升平稳，不会过度刺激胰腺。第三，远离精致加工食品，合理替代甜味，把家里的薯片、饼干、含糖酸奶全部清理掉。想吃甜食，不要喝含糖饮料，可以用赤藻糖醇、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代替砂糖，满足甜味需求的同时，不会触发胰岛素分泌。第四，重视压力和睡眠的影响。有些患者饮食控制严格，长期吃蔬菜和鸡胸肉，血糖依然偏高，核心原因就是压力过大，睡眠不足。很多中老年人晚上频繁起夜，睡眠质量差，身体处于高压状态时，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，皮质醇会促使肝脏释放储存的糖分，即使没有进食，血糖也会异常升高。所以改善夜间频尿问题，保证充足深度睡眠，学会放松心情，每天傍晚适当散步，对稳定血糖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只关注饮食，却忽略了情绪和作息对血糖的影响。长期焦虑、熬夜、睡眠碎片化，会让身体一直处于应激状态。就算吃得再健康，血糖也很难稳定下来。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，饮食、作息、情绪三者相互影响。想要逆转胰岛素阻抗，必须同时兼顾这3个方面，缺一不可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小习惯辅助改善，比如每餐细嚼慢咽，延长进食时间，给大脑足够的饱腹信号，避免过量进食。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，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，不要用饮料、奶茶代替饮水，这些饮品往往含有大量添加糖，会直接加重身体负担。另外，适量的力量训练也很有帮助。肌肉是消耗葡萄糖的重要场所，增加肌肉量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比单纯散步效果更好。平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深蹲、靠墙静蹲，不需要复杂器械，在家就能完成。总的来说，胰岛素阻抗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它不是不治之症，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。每次吃饭前花2秒钟想一想，吃下的食物是伤害血管还是为细胞提供营养。请记住，蔬菜不限量，水果要适量。每餐搭配优质蛋白和健康脂肪，优先选择天然未加工的食物。让你疲惫发胖，指标异常的不是年龄，而是长期错误的饮食习惯。很多人在调整饮食1到2周后，就会明显感觉到精神变好，饭后不再犯困，体重慢慢下降，血压和血糖也逐渐平稳。这些变化都是身体在慢慢恢复健康的信号。我们不用追求极端的饮食方式，也不用过度节食，只需要做出温和且持续的改变，选择对身体友好的食物，给胰腺和细胞足够的休息时间，受损的胰岛素受体就会慢慢修复，身体的代谢功能也会重新回到正常轨道。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它藏在每一天的3餐里，藏在每一次的选择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放下那些伤害身体的精致碳水和高糖食物，多吃天然蔬菜，补充优质蛋白，保证充足睡眠，保持轻松心态。你会发现，不用吃药，不用节食，也能慢慢摆脱疲劳、肥胖和三高困扰。
重新拥有充满活力的健康状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。如果你觉得这些知识对自己和家人有用，欢迎点赞关注，并且把这条内容分享给身边更多需要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饮食方式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我们下次再见。